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终于来到瑞士最期待行程策马特，分享从格林德瓦前往策马特的交通，开箱我们住宿2个晚上的超赞民宿。希望有机会能好好欣赏美丽的马特洪峰。究竟我们在策马特有哪些有趣的体验？就用这集影片跟大家分享啦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离开格林德瓦，前往策马特。到策马特呢，要转车3次，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。列车进站啦，超多滑雪客，感觉太晚上去就没地方放行李了。这班有点赶，还好有上车，还算幸运，搭了1站就有地方可以坐，还有地方可以放行李。小猪坐那边，所以我现在是行李保管员。目前在瑞士这边的一切的体验都很好。因特拉肯到这站叫做 Spitz， 搭乘大概20分钟左右。10分钟过后，我们第2个转乘的车就会来了。下车的地方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上车就在隔壁月台而已。移动过程中，行李放在车上，靠这个脚踏车锁来锁的。感谢 Annie 友情赞助。欧洲这边的脚踏车，还有雪板、雪鞋，都是可以放在车厢内的。我跟小猪中间隔着一道门，他在那边，这边走道也变得很窄，根本没什么空间了。抵达 Visp 也上来我们这班车了。这边就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行李。总算要去策马特的最后一趟转车，跟小猪就坐这边。现在中午12点，外面的太阳很大。这班车应该很多人是要去策马特，现在-1度，然后一路到 Zermatt， 时间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。抵达策马特，现在要来先去 check in。今天晚上住 Airbnb， 距离车站走路只要3分钟。这边当地都是这种小车。然后我们一出火车站呢，就直接顺着前面这条路走就可以了。小猪加油！拿行李。这边的路面拖行李是比较友善一点，相对平滑很多。就我们选的住宿就是比较近，上坡就不是这么回事。你知道比较近等于什么吗？比较贵啊。对，比较贵，没错。策马特呢，也算是瑞士这边最著名的度假风景小镇。来策马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欣赏马特洪峰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这边玩一下滑雪这项运动，蛮期待的。我们在策马特2天的住宿就是在这一栋里面，对大行李很友善，是有电梯的。这个房东的物件是在最顶楼，房间就是一出电梯门口就看得到，是按密码锁，所以你不用带什么房卡、钥匙，这样比较好。房东讲说，进门前必须要把鞋子放在外面。天啊，一进玄关我就觉得这个 Airbnb 好赞哦！简单的桌子让你们可以在这边吃饭，吊灯也很有仪式感。往右边这边看，就是我们晚上要睡觉的地方。这个毛巾也很可爱，上面还有小爱心，我忘记了。它给巧克力哦。客厅区这个 L 型的沙发、抱枕，还有这些配色毛茸茸的，我都觉得很漂亮。再一个桌子，一个壁炉造型。这间我们当初会定的卖点是，当你在天气好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直接从阳台观赏到马特洪峰的。现在山上稍微有点雾，所以目前看不到。这个阳台超赞的，空间很棒，喝一杯热咖啡，往外面欣赏美景也都很不错。那时候租这边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说一样是可以在这边煮东西的，还有咖啡机、热水壶。也有各式各样的茶杯、碗盘、瓷器。哇，这边真的超多碗盘，给的超齐全的。这个是冰箱，那冰箱品牌是伊莱克斯的。还有这边的加热盘都是伊莱克斯的，烤箱也是伊莱克斯。再来是这边的衣柜，空间很大，还有烫衣板。尤其是来滑雪的话，像雪衣可以丢在这边，也是很方便。它这边还有提供这个，就是可以装在鞋子上面的低鞋套。但是浴室很干净，这边要给一些备品，然后干湿分离，简简单单还不错。浴室这边也有这种加热的暖气，我觉得很需要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洗衣服，在这边的话衣服会比较快干。现在要来公布这边1个晚上的房价多少钱了？这边1个晚上
台币要15000。那时候在 Airbnb 上面看到其实蛮贵，但是因为了它的风景，而且想到说2月这个时间点是策马特的滑雪季节，我们比价了超多间，所以就是大概价格其实都压不太下来。今天实际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我觉得完全没有让我失望。现在唯一祈祷就是说，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好天气，可以在我们的阳台看到马特洪峰。这样15000就值得了。希望有个美景。好，那我们收，等一下再出发吧。小叔，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？我要先去雪具店，问一下，就是我们明天滑雪租借雪具的一些流程。这边的走道散步起来很舒服，旁边就是一个小河川，这一整片山也是很漂亮，真的是赚到了。难道这是所谓第一次来欧洲的新手运？这是策马特这边的迪卡侬吗？这边当地人有在玩冰上曲棍球，超帅。第一次现场看人家玩，路过了贵贵的表，买不起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蛮热闹的，这是策马特主要的街道。哦，对，前面有间麦当劳，保留了它原始建筑构造的麦当劳。然后我们这次预约雪具是在这间店 Intersport Glacier， 它是在地下室的。跟着小猪走下去，小猪很聪明的已经在台湾线上预约好我们需要的装备，然后他刚刚就有讲到说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拿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明天不用来这里，直接冲雪场，把握时间好好滑雪。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在行前场勘的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港多拉的部分，了解一下明天雪票的内容。左右沿路真的都是商店。到处都可以买东西，非常多各国的观光客来这边朝圣啊。这间餐厅呢，外面很酷，它有放着很有历史感的 ski， 早期的双板都是用木头制的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Swiss Pass 可以来参观的免费景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每天的下午3点开放到晚上6点而已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的时间刚刚好，可以参观一下。走下来一个地下室，感觉是在还原早期策马特这边小镇的一些建筑，都把它尽可能的表现出来，然后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形。那也很贴心，这边有一些电子看板，你也可以选英文来看。策马特这边观光发展的一个时间轴，1847年的时候，策马特是一个农村，然后1891年开始做一个铁路。我们今天有去 Visp。到策马特这一条是1891年开始的，看到瑞士这边的黑面羊、小羊肖恩的标本。早期是农村的时候，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子，把东西背上背下。这间里面记录着从最早期大家开始攀登马特洪峰的一些人物肖像，上面照片这个爷爷啊，跟超多人合照的。他好像就是爬过很多次的马特洪峰。这间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曾经有7个人要登顶马特洪峰，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，必须要从中间砍断绳子，所以后面这4位被牺牲了，最后只有3位成功登顶活了下来。这是水壶的历史吗？慢慢的演变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后面这博物馆呢，我是觉得还蛮值得来参观的，而且 Swiss Pass 是免费哦。今天选择早点来策马特也是对的，天气好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一些时间逛一下这边的小镇。然后现在跟小猪想要来去看小羊肖恩，先走一小段路，然后我们要坐公车过去会比较快。我们现在经过这条桥呢，下面我们刚才有走经过，应该会有蛮多人在这边拍马特洪峰的。看到 Uber Eats 的广告，但我猜应该很贵。我们为了要看小羊肖恩，走了一段路，感觉地上开始结冰，走路起来滑滑的。上面的缆车有在运行，都还是有人在滑雪的。希望明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雪况。我们看到好多小羊肖恩，超多只的。我们只看到 Google Map 上面有讲说这边有一个黑面羊的农场，可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给一般人进来参观。喂羊吃草肉，脸黑黑的。你靠我好近，你是要吃东西吗？我们刚刚跟一家外国人一起来找黑面羊。拜拜。
来这地方沿路有蛮多动物大便的，大家走路的时候也是要看路，不然你们可能会踩到瑞士版的黄金。小猪说，冬天现在比较冷，所以他们被关在里面。如果你们是夏天来的话，有机会可以遇到他们正在放养这些黑面羊，就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样子，比较自然的样子。看完小羊肖恩之后，跟小猪来卖雪票的地方了解一下，明天我们该怎么搞。旁边有个超大萤幕，这看起来是这边雪场的一个路线图。票务人员是建议我们明天再买，可能可以观看一下天气怎么样，再决定要不要买滑雪票。这边也有自动卖票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，它这边写说，如果是一天在策马特这边滑雪的话，点这个进去，一个人的费用是106法郎。今天真的是场勘小队，有些人来走一次，了解一下比较清楚。因为其实在网络上面蛮少人分享这一类资料，小猪直接帮你们走过一次了。前面这间酒吧超多人的，感觉大家都滑雪完之后来这边喝酒。回到刚刚的店来租我们的雪具，现在要先来 check 我们的雪鞋的尺寸。我已经把我的雪鞋穿上去了，我是7号。然后他们这边租借的鞋子呢是这种单 BOA 的，而且它里面没有绑带，它就是只有单纯一个 BOA 在这边。我跟小猪都是 regular， 就是要把我们左脚的雪鞋先脱下来，让它去比对那个 binding。现在工作人员在帮我们锁 binding。现在我的手上拿着我们滑雪的雪板、安全帽、雪鞋，全部装备准备就绪。小猪的造型很帅，要验收我们的成果了。我们今天的晚餐要来吃这边很有名的黑面羊料理。餐厅的门口有一只黑面羊的头，是它的 mark。餐厅里面现在看起来超多人的。我们很顺利的坐到座位上了。坐上来之后呢，服务生很快的就给你一份英文的菜单，前菜沙拉，还有汤品。然后右边这边呢是主菜。来到这间餐厅呢，最主要就是要吃它的黑面羊料理。我们的座位上有一个小餐盘，附着一个小餐包。小猪那边的面包有点像是五谷杂粮的，跟我的不太一样。这个看起来它是奶油。其实，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先做好功课，看我们要吃什么，会点2个主餐，然后现在在考虑说要不要点一碗汤来喝。这间餐厅呢，它在当地也是蛮有名，很多人会推荐来吃的黑面羊料理。除了我们以外，也是超多外国观光客来吃的。大家记得来这间餐厅吃之前，一定要先上它的官网去定位。小猪就是有先定位，我们才有位置可以进来坐。太棒了，给你个赞。我们在瑞士吃的最豪华的一餐，就献给策马特了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好好享受一下，吃饱饱，明天上山滑雪。这是结账他会给你的一个单子 ，Merci 就是法文的谢谢。点了一碗汤，14法郎。然后这边有一个39法郎的是我们的炖羊肉，它有附面。然后41的是炖羊膝，总共是94法郎。然后我们最后有给他一点小费，我们给了5法郎的小费。总共今天这一餐呢，我们花了99法郎，台币大概是3600元左右。回到我们的温暖的房间，分享一下用餐体验心得。觉得我们运气还不错，就是服务我们那区的服务生态度啊，还有就是接待的那种热情，我都觉得是蛮好的。餐点的部分的话，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炖羊肉，吃下去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怎么没有羊的味道？就好像那种红酒炖牛肉的味道一样，不会让你感受到就是那种羊骚味很重，羊肉也是很嫩，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炖羊膝的部分的话，是小猪比较喜欢，本身还是带有一点羊的味道，吃起来会比较有像是在吃羊肉的感觉。它的肉质本身也是蛮嫩的。最后我觉得 CP 值最低的就是那碗汤，喝起来超像我们在台湾吃排餐料理的时候，你会喝到的那种玉米浓汤。这边一碗要14法郎，台币的话要几百块，你就觉得说哇，这样的汤的内容，这个真的蛮不值得的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黑面羊餐厅体验的一个心得感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在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。
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